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燕纯，欢迎收听，欢迎收看财讯的听了才知道。今天跟大家聊聊在家住院行不行？台湾划时代的医疗服务的里程碑。想知道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请记得听到跟看到最后。今天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总主笔刘宣彤，欢迎宣彤。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宣彤。对，宣彤在我们生技医疗领域的耕耘非常的深。那其实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有点严肃，但是就一定要面对的问题啦，就是说7月1号的时候，政府推出了一项新政策，它全名叫做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财讯想跟所有的频道会员表达我们最深刻的谢意，因为有您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呢，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以及帮影片按赞分享，那这些都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跟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还有掌握投资的脉动。先请宣彤帮我们仔细介绍一下这个示范计划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其实它的全名很长，叫做全民健康保险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哦，原来这么长。对，很长。那我们其实不要想那么多，前面的全民健保就是告诉你它是纳入健保给付的，那后面的示范计划是告诉你说它现在还在示范，它要慢慢每年检讨，然后再扩大范围，所以它还不是非常非常的成熟，所以它的适用的范围可能初期是有限缩的。那中间最重要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在宅急症照护，就是说你会去住院，除了我们计划性的住院，比如说你因为要做什么开刀啊，你会计划好，但是在宅急症是比如说你发高烧了，就一看是肺炎，那它一定是这种急症。在宅急症照护加起来其实就是在家住院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一般如果家里有人突然发生的状况，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到先送医院嘛，对对对。那所以他如果说要推动在家住院这件事情，或在宅住院的话，他必须要有什么样的配套措施吧？他的政策是这样，我们听过长照 2.0 2017年到2026年10年的一个计划，接下来赖总统要推的是长照 3.0。 其实 2.0 是疫情之后大家发觉说你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往医院送，你要送去医院，医院也不见得要收你，所以他要把一些长照的能量放到社区，构想是说在宅老化，就在地老化。那你在地老化社区很重要，就是把它布建一些可能你在社区里面可以接触得到的一些长照的服务，不管是机构或日照中心，或者甚至大家一起运动，然后防止你老化这些。可是到了 3.0 它就要把医疗放进来。其实政府2016年就有所谓的居家照护整合计划，比如说中风的患者，他在家里他定期要换他的管子啊，他可能也许有导尿管，也许有鼻胃管什么等等，那这些谁去做？就是一些护理人员到家里去服务这些，医生肯定会到那个机构去巡诊。就说其实这个东西本来就存在，但是我这些长照病人，比如说我已经躺在床上这么久了，我假设突然发烧怎么办？是不是要住院？对，一般送医院啊。是，那像赖总统就讲说，他曾经经验就有看到说，还有人甚至乡下有人要把门拆开，因为他整个床他根本搬不出来，甚至你要坐上轮椅坐上车，那都非常浩大的工程。所以后来才会想说，怎么样把这个在家住院这件事把它构成，就是长照跟医疗这个整个体系，让我们更有韧性，大概是这样子。了解。那我可以先理解一下说，所以它现在是个示范计划嘛，所以它一定会有适用对象。所以现在适用这个在宅急症照护的对象大概是哪些啊？7月1号才开始，对，所以到目前才4个月，所以他一开始的对象只有就是说，本来你就是居家整合照护，就是中风的病人或重症病人或者是安宁病人一些等等它有一些规范在那边。那第二个是机构，就是一些养护中心的老先生老太太或失能者，他们本来住在养护机构，他也可以。那第三种就是说急症，我所谓的急症是肺炎，假设你因为肺炎发高烧，你不是刚才那个养护机构，也不是居家整合照护的人，可是医生发现说你的巴氏量表大概60分以下，就是所谓的重度依赖，还有就是你完全依赖，就是说你要吃饭你要干嘛起身都要靠别人那种，或者说他觉得不适合到医院就诊住院，所以他可能就会帮你提出这样申请。这是3种人。第二种就是说什么样的疾病，因为刚开始试办，所以他们检讨过很多，就会发现说我们先能够使用长效抗生素，就是护士到你家打可能1针就好了，1天这样子。那什么样的疾病呢？就是最常见的肺炎。
还有尿路感染，因为常常卧床人会尿路容易感染，再来就是软组织感染，就例如什么压疮或者是蜂窝性组织炎。所以目前只有这3类的人跟这3种疾病就是适用长效抗生素的人。了解。那他如果发烧了不要送医院，那表示他平常应该也有比如说远距的照护，对，监测一些生理数据之类的，好让他判断说他是不是真的不需要去医院啊。那这个东西是个配套吗？就是说要同时松绑了远距医疗这样子的规范吗？先讲他为什么今年7月1号试办这个计划开始试办，其实已经酝酿了很久了。你想想看，住院搬到你家里，第一个你要医生一天24小时，有急症有状况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医生，那所以要有远距医疗。所以那个时候7月1号刚好我们台湾有一个通讯诊查办法，就是我们的远距医疗的规范就对了。它是配合这个远距医疗松绑，所以它同一天2个一起上路。第二个就是访视，我们在医院是不是每天都有护士？对啊，会觉得很安心啊。对，所以假设说你在家住院7天，那7天护理人员每一天都要到你家，这是规定的。跟你在住院一样，你每天都看得到，只是它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不是你走出门外就可以叫。那铁三角的第3个就是要量测仪器，你必须有24小时的监控，就可能有一些数字，它可以随时传到医生或护士这个团队里面，那他们就会发现说，如果警报器响的时候，我该做什么样的处置，跟你在医院其实是一样，所以要有这3个配套措施，要有在宅访视护理人员，还有医生要能够远距医疗，随时看你的状况，然后再就你要及时监测生理征兆的这些仪器跟数据。所以看起来是把医疗量能从大型医疗院所放到社区里面去啦，分散嘛。对，大家现在叫做出以病人为中心的急症治疗方式，以前是以医院为中心，大家往那边走，现在是病人为中心，大家往病人家走。对，我有时候会想说，病人其实这样舟车劳顿其实真的蛮辛苦的，如果可以在家就近治疗，甚至能够在家住院，我觉得对病人来说或许也是一种舒缓啦。那我们先回来讲说，为什么政府要做这件事情，它在大环境上跟在人民的需求上，它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吗？我想我先从国际上一个很大环境来讲，印象最深刻就前几年的 COVID-19， 对那个疫情呢，你发现你不能往医院送，那这些急症的老人家或者说失能者，他就是最大的被牺牲者，因为他们很急。你会发现说，原来到医院更容易感染。再来就是全世界已经开始，先进国家也发现护理人员的量能一直不足，不是只有台湾哦，然后病床不够，听到欧洲常常说等个病床可能半年，他都排半年，其实早就有，欧洲他们早就做了，美国也早就做了，但是只是说 COVID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催化剂，让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些，再加上说这些医疗仪器以前可能不够多，可是现在有手持的 X 光机都有了，手持超音波等等都越来越盛行了，还有这个网络传送的远距医疗越来越成熟，这是国际大环境。那台湾面临的更大的问题就是说，大家都知道2025年非常严重，每5个人里面就有1位超过65岁，我们是超高龄社会，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健保署计算过，就大概2022年，假设说我们的健保费用2412亿元，这个住院的费用里面，它可能有将近48%是65岁以上的长者，它是每年这样一直往上哦。那你想想看，明年超高龄那个住院的比重非常高。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失能人口，就是说，其实健保署署长施崇良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在老化，我不管做了再好，失能人口还是会增加，会跟着超高龄社会，因为大家越来越长寿啊。对，那按照那个人口的那种比例，你还是会有一定的人会失能，所以现在大概90万。台湾失能人口，我们是说从5岁以上都算，那到了2031年左右，可能大概是120万，就它的数量是一直成长，那其中大概将近80%都是65岁以上的。然后再来就是第3个一直很大的问题，医院的护理人员缺口一直很大。2022年计算大概是医院开的那个护理人员的空缺率大概回到了 6.53， 这是10年来的一个高峰期，就是它有上去再下来再上去，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个高峰期。那这样算一算，所谓的缺口大概就是8000多人。那我们现在一年也许有大概9000多的学生将来走护理师，可是他不见得就去考执照，也不见得去领证，他也许就回家了，不做了。最近听说很多护理师去考空姐啊，之前在航空公司复航的时候非常多。对，算一算，他们算到后来顶多好7-8千人。
这样已经算很多了。可是呢，最后真正又走到那边又只剩下60%，所以到最后真的是不够。所以是说供给有限，但需求看起来持续在增加啦，需求一直在每个角落。其实像我自己经历过很多这种送走长辈的过程，像我记得我父亲的时候在医院，他每次一醒来睁开眼睛，然后我叫他，他就跟我讲说要回家了吗？其实老人家是一直都想回家的，我照顾过的病人都是如此，很多年轻人很难想象，但是这个东西就是需求，其实真的是在家才是他们最舒服、最珍惜跟最想念的地方。对，没错。所以用这种在家住院的方式，一方面是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啦，二方面也是舒缓整个医疗系统的紧绷的状况。是，那当然对于病患自己来说，还是自己家里最舒服啦。那我觉得现在就可能就是要克服那个病患家属的想法，就是说大家会认为会把它放到医院去最安心、最安全、最 safe， 但事实上观念应该要改变嘛。因为这次我们在采访石崇良的时候，他也提到说，在高龄社会里面，每个人都要负起照顾高龄者的责任跟义务。对，他怎么说这件事情的？他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观念，就是说，其实社会生活形态在变了，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你真的不要以为说丢到医院就好了。将来是你丢不进去的，你要排很久。他认为说这种生活心态就是不管是家属病患，大家都要提前学习，因为我们可以预见那个老化社会就在那里，你要自己学会在家里拍痰、尿路管线的那些照护等等，你基本你一定要学会，因为呢将来不见得你随时都能找到人照顾病患者，因为现在人口结构是完全不同了。你以为你可以拿钱出来就好了，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有钱，而且不是所有人钱就有人到你家里来帮你照顾，就是说找看护。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我即使在医院那个时候也是看护好难找，我们最后照顾我父亲90岁，那个时候照顾他的看护是70多岁。对，就是说已经没有看护可以找，当然他很有经验也不错啦，只是说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说你会找不到人，但是这就是未来的可能。所以石处长说大家都要学习，就大家都要有心理准备啦，就以后的社会就是结构长这样，那我们就要共同面对，而不是一直指责说啊为什么没有哈。那所以我觉得要正面的来因应这件事情，除了政府要努力之外，我觉得现在一般民众也要有新的观念来迎接这样子的新的社会形态。那其实这次宣宏在采访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访了很多的团队嘛，他们就是专门在做在宅急症照护的团队。那这次访的是陈英昭医师，我觉得他的故事还蛮值得分享的。他当时为什么会投入这个领域做这件事情，对于这个环境或者说病患的改变是怎么样啊？其实他当时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是很早以前他就已经投入偏乡，是因为他当医生的第1年，他的母亲就癌症末期，那他送到马偕医院的安宁病房，就照顾得非常好。那他当时心里想说，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这样得到这么好照顾？那如果他回到自己舒适的家，很有尊严、很自在的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旅程，是不是更好？他有这个想法，后来他就去偏乡。那第二个就是说，他在10多年前，那个时候台湾根本没有所谓的在宅住院这种事情，甚至连居家整合照护都还没有很盛行。那个时候他在做养护所，就是养老院这些的那个照护。那有一个阿嬷可能就是急诊发烧，那他的女儿就求他说，可不可以不要送医院？他觉得妈妈这样送都做不起来，你还要扛他去，逼着他去那边，他觉得这样太残忍，他希望医生能够让他留在这边照护。就医生法令不合啊，而且你也不会想到说什么发烧我怎么在养老院帮你诊治，一定是送医院，他就拒绝了。可是最后阿嬷就在那个医院走了，然后他就跟着他们回到了他们的3星老家。那陈英昭医师就觉得说，他心里就开始有一个疑惑，问自己说，我到底做对了没有？他觉得他错了，最后的那段无效医疗真的是没有意义，他觉得那是多余的，应该让他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后来就开始想要朝这个方向走。那当然2016年我们做了居家整合照护计划，那当然还有一个叫做于尚儒的医生，其实大家这个是最有名的，就是台东都兰诊所也是在宅医疗学会的理事长于尚儒。他说他听了他的演讲，他对于这个居家照护的这件事的演讲，那他就更想要往这一方面走，所以他后来就从事这件。其实他做了很多年了，那只是以前呢他做了在宅住院，就是说真的他在家里帮这些发烧的根本不方便出去的弱势人家就是每一天去帮他这样，可是他只能拿到门诊的费用。你知道门诊跟住院是两码子事，我在医疗里面的那个费用申请是，可是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帮他们。这一次就是说一开放，他就是单一医生里面收案最多最快，因为他早就已经有这种实战经验。那他也讲到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我去采访那前几天才一个印尼的
看护送了一锅鸡汤给他，他说啊，医生谢谢你啊，因为之前他照顾的阿嬷呢住院1个礼拜，他说我在那个医院2个小时，护士就来看一下，当然护士都是好心啦，可是问题是阿嬷就会被吵醒，那他也不能睡，还有隔壁床的，所以他1个礼拜阿嬷也疯了，他也快疯了，都不舒服， 2个都不舒服，所以他非常感谢他说这次有人在急症照护，他就在家住院，他说哇，这次阿嬷发烧，他在家里他就觉得2个人都是解放，很顺利这样子。那我也蛮好奇的，如果就现在是试办计划嘛，7月份到现在其实时间不太长，但大家会想说，那如果我一样生病了，我在家住院的疗程跟效果是怎么样？健保署有一个统计数据是大概实习3个月，就7月1号到9月30，那大概有服务498个人，其中有416个人是完成结案，就是说他有规定，就是说假设肺炎好了，政府给你一个目标，就是你在家住院，他是根据一个统计数字给你9天，你9天要完成这个疗程，对，结果后来发觉实际上只有6.9天，不到7天。如果在家的话，对，就是这400多个 case 里面就是6.9天，那甚至那个包括尿路感染跟软组织的感染，这些全部都是比目标日子还要低，然后这样很好啊，95%、96%都完成治疗。当然，因为你必须想那个5%、4%，那5%可能是因为它还有很多种疾病，那不一定，那多多少少还是有。对，那如果可以比预定的时间提早完成治疗的话，我觉得对病人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解决方案。对，表示说在家治疗是像以前我母亲也是在家里的话，她可以穿得很随意啊。那到了外面，他就是觉得旁边有别人，然后重视自己的形象或什么等等哦。然后我在家里，我随时他要吃什么，我都可以马上做给他。尤其他们说对功能还不错的，就有些患者不是卧床的话，他还是可以起来，他只是因为发烧肺炎了，在医院可能都被受到限制，因为他们会担心你跌倒什么，就要做各种防护。可是他在家里，可能你就比较至少看到家里的人啊，什么都比较安心，那个品质跟心灵是不错的。这样说起来，就是治疗时间又缩短，然后心情又好，是真的蛮值得推广。但陈英昭医师他在投入这个领域这么久，他有觉得现在的这个现行政策还有什么需要修改跟修正的地方吗？当然最大的挑战一定是人力嘛，应该这样讲，现在已经有700多家的医院参与，可是为什么到9月才收498人？其实这个就是考量到你人力跟配备这2个最大的问题，护理人员还是少，还有就是说大家能不能接受，不是所有的护理人都觉得这个很简单，因为他会觉得说真的吗？你怎么可以让一个喘成那样发烧成那样的人在家里，然后你不送医院？这个其实他们的观念也要翻转。其实现在刚才也示范计划，大家的经验陈英昭医师可能经验很足，可是还是很多团队经验不足，每个人状况不一，你可能一下待在他家第1天你就要待了好几个小时，就对于那些护理师还有 on call 你随时要待命，那如果他一有电话进来，请问谁要接？你要不要半夜去？你要不要假日去？就是还是有这些小小问题要克服，所以这要靠将来说是不是提高给付，或者说训练更多的人，给他们更多教育。那这样就是说配备，你要有很完善的配备，能够让你带到家里。你看到那些好像很好用，可是真的叫你去用，你还是要有一些固定的学习跟那些都是要时间养成，所以人力跟配备都是一个目前挑战。还有就是说，希望能够多一点适应症，这是一定要的。了解，所以这是为什么需要试办计划的原因嘛，就是先把困难跟问题找出来，然后慢慢解决，然后希望能够扩大量能嘛。对，其实这次的宣统也访了护理师，那我觉得护理师特别值得提是说，因为其实台湾都面临到护理师普遍都很欠缺的问题嘛，从医院的护理师到在宅急症照护的护理师，这中间的转换，这次采访的这位周小姐，她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这是全心居护所的护理师周淑敏啊，她其实当初跟所有的护理人员在盛年的时候会碰到一个问题，家庭跟那个3班制，这2个是很冲突，所以很多人都在那个地方，明明到那个地方菜鸟熬出来了，医院觉得这些人最好用的时候，他为了顾家庭，他不想轮3班制，他就离开。所以他也是，他后来从急诊就本来想要到诊所，后来就因为医生想做居家医疗，他也就跟着做了。他说刚开始他也真的很不习惯，因为他去到那边，他发觉说我以前只要照顾好病人，结果我到了家庭以后，连主要照顾者就比如家属，好了，我帮他换好尿管了，换好了气切管什么，接下来的那个几天照护，每天的照护他不会啊。
然后以前他们医院有很多资源，但他必须他一个人要面对，然后他就要教他怎么样。如果他今天没教好，他明天后面他可能要收拾后面的后果。就说这些，他就开始发现说，他不是为了一个人，他是为了一个家庭，他在帮一个家庭。那个心情的转换，当然他会变得更累，可是那个也是他后来一直往下做，其实很辛苦，但是一直往下做下去的成就感，跟就是他们讲说积功德啦，他自己也觉得他在积功德，然后这些都是推动他一直往前。因为当他看到这个家被他照顾好的时候，那种心灵的回馈是不能跟那个一般相比的，就是护理师跟病人的关系其实翻转了。对啊，医护病的关系，我觉得可以借由这次的示范计划重新来定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啦。对，护理师过去从每次到轮班到现在到居家护理，看起来没有比较轻松，可他扮演了一个卫教很重要的功能。就像你刚刚讲的，他还必须教育他的家属，这就回到石崇良所讲的啊，就每个人都要学习照护病人。是，那这些人就在第一线，对，就扮演这种重要的角色。在你的家里，对，在你的家里教你要认真的学，所以他就要照顾一个家庭。那我觉得他也是扮演整个台湾整个提升的力量啦，因为毕竟我们就是面临到这样子的这个人口结构，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所以你怎么看说这次的示范计划对于未来整个包括医疗包括产业，毕竟是有新的生态圈产生嘛？其实我那天去维扬诊所陈英照医师那边，我就看他很多的配备，因为他做了很多年行动 X 光机啊，那个其实都是国内做出来的 3.2 公斤啊，然后他有个背板可能就是应该瑞声光电群创的集团这个瑞声光电，然后还有这些超音波华硕集团的，还有那个心电图广达集团的，这种量测仪器会越来越多，跟越来越方便，跟越来越精准。那我觉得台湾在这一方面是有机会做的。那因为这个趋势一直往各国延伸嘛，台湾就有机会做这个。一个是产业，一个是说，其实像石崇良说了，你光靠送餐，以后一定会有这种发展出来，有一些送餐的这些机制，就是怎么样把适合你病人这个。那还有就是说，国外他们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说，现在我们是到了患者家里才现场决定说你是肺炎，你是什么，你可能可以适合在家住院，还是会有选错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研究说，是不是可以用 AI。AI 可以早期根据很多的这个病人，他从你的数字，他就可以知道说你适不适合在宅住院。他用过去的经验来看，还有你个人的状况，你符不符合那个成功的案例里面的那些特质。那我们其实就可以缩短很多时间，这些都方方面面。反正你从医院搬到家里的时候，太多东西可以做了。真的，科技的进步会带来很多的便利啊！如果把它产业化，进一步来服务人群哦，对，服务民众，甚至服务病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宣统会持续为我们追踪。那这一次的这个在宅住院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发人省思啦，就是说大家应该重新思考一下医病关系，然后也重新思考一下我们要怎么面对我们的新的人口结构。是，接下来我们要回复一下财团在听了才知道第205集，同住者才该被优先照顾吗？超高龄社会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群人，全台哪里最幸福里面的留言。财团 Bob C 他说，老人很多种，行动自如健康的老人每天一大早去公园和步道看看超多的，不管是法轮功、慢跑社团或者土风舞做体操、太极拳等等。如果是已经有疾病问题的长者，需要长照或是卧床这种的，也只能说我们尽量关怀。但是长照系统难道不能疾病前就开始关照这些健康和体能吗？不一定要等到老人开始进入医院后再谈长照。没有错，这个观念绝对对的。大家如果注意到长照 2.0 其实已经有往前延伸到预防这一段，所以它的长照 2.0 有一些社区，你们会发觉说他会请老人说大家一起到这个什么里办公室啊，一起做一些运动，或者我是有一些活动预防失智等等。其实我们政府有在做，当然还有很多需要往前进跟努力的地方。对啊，我们就大家要自己注意健康，降低我们卧床的时间，大概是这个逻辑。对，预防。Jack L 他说，每个人对新事物的接受都不一样，不是因为他老了，而是因为他本来就不能接受。年轻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我觉得人都会老，也都有年轻的时候，只要换位思考就能体会他人的想法了。对，没错，他讲得非常好，我们要换位思考，我们要提前去预想。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以前不能理解我父亲说他想回家，然后我现在到了我母亲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他想回家那个概念是什么了。可是那个时候我不能理解，如果那时候理解，我可能
能会有不同的做法。Jack 讲得很好，就是换位思考，你不要用你现在的眼光，你要多去看，多听财讯，多到世界去看一看，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你就会晓得说未来的社会跟现在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提早准备。对，我们一起进步。好，今天非常感谢宣彤的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购买财讯第724期杂志，里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听了才知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